我只是驯养了几只蜈蚣幼虫，就把见多识广的老者惊出了一身冷汗。只因这些看似人畜无害的幼虫，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毒物。可让老者更加诧异的是，我不仅了解毒物的孵化时间，还知道它们之间的配种规律，这让老者顿时激动不已，不仅扬言要传授我所有武功，甚至还要将风华绝代的女儿许配给我。可就在几年前，我还是一名拥有100万粉丝的主播，主要的节目是与毒物或者毒虫进行直播，但一切的祸根都出在了那条毒蛇身上。为了满足粉丝的要求，我特意将世界上最危险的黑曼巴毒蛇养在了家中，结果因为一次意外，我竟死在了他的手中。当再次睁开眼时，我就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一个道观里。这天，一行人来到道观恳求借宿一晚，暂避风雨。看着他们客客气气不像坏人的模样，我也渐渐放下了戒备，并告诉他们自己也是几年前才开始住在这里的。说着我就朝身后的房间瞥去，除了这间，你们随便住吧。为首的老者先是行礼表达了感谢，紧接着就向身后的弟子下达了不许靠近那间房子的指令。看着他们统一的穿着，我猜测他们应该都是来自一个家族，虽然很好奇他们是做什么的，但眼下我却有个更重要的事情。随着我走进房间，我顿时露出了一副喜悦之色。孩子们吃饭的时间到了，说着我乐呵呵地打开了一个陶罐，只见一只蜘蛛正张着嘴巴朝我索要食物。这是生活在这里的本土生物，是个可以长到20厘米的大型毒蛛，因为身上特殊的颜色能让人联想到黑虎，所以人们也叫它黑土虎。随后我开心地将一只蛐蛐递到他的面前，刚开始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家伙，经过2次蜕皮都这么大了，我简直太幸福了。在喂完小黑后，我又朝着旁边的药材架走去，紧接着就拉开了其中的一个抽屉，下一秒一只霸王黄灵虎就出现在我眼前。这也是生活在这里的本土生物，身体和尾巴的花纹是它最大的特征。前是因为没钱或者灭绝得不到你，没想到在这里遍地都是啊！而现在我活着的最大乐趣就是养你们了。就在这时，老者突然找来了我的房间，我慌忙地将抽屉合上，随后打开房门才得知，原来是老者为了感谢我同意他们借宿，特意来邀请我去吃晚饭，而且还是肥美的鹿肉，这让我顿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要知道这些年我一日3餐不是蛇就是蜥蜴，于是我欣然地接受了老者的邀请。在来到院落后，看着放在烤架上的鹿肉，我嘴角不自觉地流下了口水。这时身旁的老者告诉我肉再烤一会才能熟，紧接着他就向我询问了几件事情。少侠，你今年多大了？是一直独自住在深山里吗？我点了点头，大概14、15岁吧。闻此老者满脸疑惑，大概。见状我只好以小时候撞坏了脑袋为由搪塞了过去。这时另外一名白发老者将烤好的鹿肉拿了过来，少侠，你看上去很饿的样子，你先吃吧。我二话不说接过鹿肉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才是人应该吃的东西，简直是美味啊。片刻后，老者直接说出了他们来此的目的，我们在找一条毒虫，是一条身上有蓝点的青斑蜈蚣，长得很大，少侠你有见过吗？听到毒虫2字我顿时来了兴趣，到底有多大呀？可当得知能直接将我吞下后，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白脚也能长那么大吗？我知道自己回到了几百年前的古代，难道这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吗？白发老者则示意我不必担心，我们就是来抓那东西的。我顿时反应过来，原来是同行啊，你们是打算把它抓回去养吗？白发老者闻此哈哈大笑，养青斑蜈蚣吗？这听上去可真有趣啊，不过我们是拿来用药的。我当即提出质疑，蜈蚣那东西不能当做药材吧？白发老者直接道出原委，因为现在我的孙女正卧病在床，只有青斑蜈蚣的内丹才能救她的命。闻此我顿时一怔，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虽然这对白脚很残忍，但他们毕竟请我吃了肉，不如就帮帮他们吧。于是我当即表示那条蜈蚣。话没说完，老者神情激动地询问我是不是见过，我摇摇头给予否认。虽然不知道那个青斑蜈蚣长什么样，但是我大概知道它生活在哪里，毕竟前世我可是全网最知名的毒物主播，对毒物的了解更是异于常人。在大约870万种的生物中，有毒的生物约2万种，其中白脚也不例外，只要跟毒物有关的全都尽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很快我信誓旦旦地告诉他们我已经知道蜈蚣的位置。2位老者满脸震惊地询问我在什么地方，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又向他们询问都搜索了哪里。从老者口中得知，他们在白天已经搜查了北部的河边和东部的密林，这让我更加确认了心中答案，你们这么搜当然找不到了。随后我便得意地跟他俩科普起来，白脚虫属于节肢动物中的多支虫类，是变温物种，需要能维持温度和湿度，所以它们只在自己的领域中活动。最有趣的是，它们和大部分有防水膜的虫类不同，白脚虫的防水膜比较弱，并且表皮上有呼吸孔，因此它们反而不喜欢水多的地方，但同时也是没有水就活不了多久的特殊虫类。所以你们口中那个青斑蜈蚣肯定不会住在密林倒塌的树木和河边的岩石旁，因为那里根本藏不下它庞大的身躯。2位老者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那么青斑蜈蚣到底在哪里呢？如果你能把位置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重重报答你的。闻此我微微一笑，紧接着抬手指了一个方向，你们去西边的石头山找吧。不出预料的话，那条蜈蚣白天会躲在热腾腾的石头底下，而晚上则会到处活动。几天后，老者便带领弟子到达了石头山，可在搜查了一圈后，却连个虫影都没找到。休息期间，弟子们议论纷纷，那条该死的蜈蚣怎么还不露面啊？难道是那个少侠在说谎吗？一想到被称为唐门历史上最出色的女儿华影，老者的脸上就流露出一丝不甘。苍天真的要抛弃我们了吗？就在这时，白发老者带领的搜查队也无功而返。华影顶多能撑3个月了，不知道这期间能不能找到啊？随后老者提议，不如明天我们去南边找找吧，因为这里并没有发现任何痕迹。白发老者也同意了他的看法，但突然他又想到了什么，紧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如此，我怎么现在才想到？那个少侠说的没错，青斑蜈蚣一定在这里。这可把老者听得一头雾水。父亲，您是发现什么了吗？白发老者解释道，这里不仅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和气息，也不存在
其他动物的领域标记，这不就说明……话没说完，老者顿时恍然大悟，也就是说，其他动物不是被吓跑了，就是被某种厉害的生物吃掉了。听罢，白发老者拍了拍他的肩膀，所以我觉得青斑蜈蚣肯定就在这里。然而他话音刚落，大地就突然莫名的震颤起来，还没等众人反应，一只巨大的利爪平地而起，下一秒，一条庞大的青斑蜈蚣就赫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与此同时，响彻山谷的动静也传到了我的耳中，这不禁让我产生好奇，那个白脚虫到底有多大呀？居然搞得这么热闹。而另一边，在两位老者的带领下，青斑蜈蚣也终于没了气息。看着收获的蜈蚣内丹，众人纷纷激动不已。现在华银终于有救了。这时老者上前请示道：“父亲，你带着弟子们先回四川吧。愿客血恩客时，我想我还有一件事需要完成。”白发老者顿时反应过来，我只想着华银，差点就忘了这件事了。你要好好报答那位少侠，同时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成为我们的食客才行。画面一转，我正在被3只蜈蚣幼虫折磨得苦不堪言。没想到一夜之间，我竟变成了青斑蜈蚣的爸爸。原来就在我从老者口中得知巨型白脚虫的存在后，在好奇心的催动下，我便连夜找到了青斑蜈蚣的藏身之处。虽然没有看见活生生的青斑蜈蚣，但却收获了3颗蜈蚣蛋。于是我就将它们全都藏在了枕头下面。结果早上醒来，却发现它们竟全都孵化了。但让我苦恼的是，它们好像一刻也不打算离开我呀。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现在就让我们去洗澡吧。片刻后，老者回到了道观，在呼喊几声没有得到回应后，他便直接踏进了我的房间。看着满屋的药草和坛子，他便猜测我一定精通医术，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不对，这样私自闯入别人的卧室，简直是太失礼了。可就在他准备离开之际，一阵异响却引起了他的注意。待他循声打开坛子后，他顿时惊恐地瞪大了眼睛，随后他又好奇地查看了其他药盒和坛子，看着各种各类的毒物，他整个人直接傻了。没想到他不仅养毒物，还让他们生蛋。要知道，连精通毒药和毒物的唐家，在取得毒药之前也只能看管毒物，根本就没想过生蛋增加数量的方法。本以为借着小小机缘救了女儿的性命，现在看来那位少侠才是真正的机缘了。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见到是我后，他急忙上前表示有话要对我说，可还没等他开口，门口就突然传来了一阵巨响。待烟雾散去，下一秒，一个面目全非的男人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见状，老者一把将我推开，而那名男人也向我们发动了攻势。在吃力的接下这一击后，原本有伤的老者也瞬间失去了战斗力，同时他也意识到来人是和父亲水平差不多的高手。此时男人单手将我高高举起，嘴里还不断发出癫狂的笑声。听说唐家的人跑到了这里，没想到竟是万毒神君的儿子，这让老者满脸不解。老前辈你是谁？既然认识家父，为什么还会对我和少侠出手？男人当即抬起拳头，看了我这张脸和红拳还不明白吗？就是你的父亲害我变成这样的。听罢，老者心里顿时浮现出一个名字，血手罗刹卓云阳。但他不是挨了父亲一记毒掌掉落悬崖了吗？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眼看大势已去，老者急忙恳求卓云阳将我放过，并提出愿意一命抵一命。卓云阳当场给予拒绝，只要和唐家沾上边的，我一个都不会放过。这让老者恨得咬牙切齿，但却又无能为力。随着卓云阳的手逐渐加大力道，我意识也慢慢变得模糊。千钧一发之际，3条蜈蚣幼虫突然从我衣服内冲出，下一秒就恶狠狠地咬在了卓云阳身上。卓云阳见此不屑一顾，小小蜈蚣，你们以为这样就能伤到本座吗？然而他话音刚落，嘴里就突然吐出了一口老血，紧接着身体就不自觉地瘫软下来，最终倒在地上没了气息。见此一幕，我满脸诧异，就这么死了。而一旁的老者更是震惊不已，不是食客，这位少侠要成为我们唐家的一份子才对。几天后，老者的伤势终于有所好转，苏醒的他第一时间就向我表达了感谢，紧接着又向我说起他是武林人士，这让我顿时充满了好奇，是那种飞来飞去的武林人吗？老者笑着回应，只有一小部分人才有那样的本领。听罢，我瞬间反应过来，这里果然是个不一样的世界，不然的话，怎么会有房子那么大的蜈蚣和飞来飞去的人？随后老者继续开口，虽然我现在的样子很狼狈，但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现在就让我正式跟你打个招呼吧，我是四川唐门的家主唐铁山。我则回应他自己叫魏少龙，但相较于我的名字，他对我身上的毒物更加感兴趣。可当得知这些都是青斑蜈蚣的幼虫后，大伤未愈的唐铁山猛地坐了起来。他们是从哪来的？你又是怎么驯服他们的？还有我在等你时看到房间里有很多毒，那些也都是你养的吗？听罢，我将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这让见多识广的唐铁山满脸惊诧。你是说你不仅可以养蛋，还能猜出它们孵化的时间，甚至还了解它们的配种规律？随后我拿出2个毒物进行了讲解，这是普通的空瞳蜥蜴，身上有黄纹，尾巴有白纹。如果把它和尾巴只有白纹的同类配种，那么生出来的蜥蜴就是这2种颜色。见状，唐铁山满脸不可思议，难道这些都是人类可以干预的吗？说到这，他不由得咽了咽口水，脑海中更是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那些毒性强的家伙配种，是不是就可以生出毒性更强的物种？对此我给予肯定，只要知道哪个家伙的毒性更强，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听此答复，唐铁山顿时激动不已，少侠，成为我的家人吧，只要你进入唐门，我会把所有的武功都传授给你，还会提供你想要的一切。届时我相信少侠一定可以培养出更厉害的中原10大毒，如果这些还不够的话，我还可以将风华绝代的女儿许配给你。听到这，我立马将他打断。唐铁山得意地笑了起来，虽然你还年轻，但说到底也是一个男人啊，看来这次华银真是立了大功了。然而我却告诉他自己对女人并不感冒。刚才您说的中原10大毒物，那些东西比青斑蜈蚣还厉害吗？唐铁山给予肯定，青斑蜈蚣虽然厉害，但也只是一个低级毒物，根本不能和中原10大毒物相提并论。它们之中
不仅有像房子一样大的蝎子，还有像黄金一样闪亮的金蛙。无论你怎么想，它们绝对会远超你的想象。听罢，我顿时两眼放光。唐家主，我可以加入唐门吗？我只是驯养了几只蜈蚣幼虫，就把见多识广的老者惊出了一身冷汗。只因这些看似人畜无害的幼虫，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毒物。可让老者更加诧异的是，我不仅了解毒物的孵化时间，还知道它们之间的配种规律，这让老者顿时激动不已。不仅扬言要传授我所有武功，还要助我培育出更厉害的中原10大毒物，甚至还要将风华绝代的女儿许配给我。可相较于武功和美人，中原10大毒物则更加令我感兴趣。那些东西比青斑蜈蚣还厉害吗？在听到唐铁山肯定的答复后，我顿时两眼放光。2天后，得知血手罗刹卓云阳重现江湖的弟子们满脸震惊，听说他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和前家主一样的境界。既然家主送他上了黄泉路，也就是说家主您也达到了万毒境。唐铁山摇了摇头，给予否认，紧接着就指出卓云阳是死在了我手里。闻言，众弟子不可置信的朝我跪谢。您难道是返老还童的高人吗？唐铁山微微一笑，少侠，大家好像都误会了，你让他们看看吧。听罢，我直接扯开衣领，下一秒3只呆萌的爬虫就出现在了大家眼前。可当得知这些都是青斑蜈蚣的幼虫后，弟子们都直接傻了。没想到少侠年纪轻轻，竟然有如此才能。就在这时，唐铁山突然开口打断了几人，我想是时候该离开了，如果迟了可不行啊。闻此我满脸疑惑，唐家主你还有什么要找的东西吗？从唐铁山口中得知，血手罗刹卓云阳练的武功是血手毒爪，想要提高功力就需要人血和骨髓，是一种十分恐怖的邪功。听罢我脸色顿时变得铁青，这世界里居然还有如此疯狂的武功。随后唐铁山又表达了他的担忧，如果卓云阳留下了秘籍或者徒弟，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必须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才行，不能再让那种邪功祸乱人间。说罢他就将目光转移到了我的身上，少侠，你应该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吧？你可以帮帮我们吗？这让我顿时陷入沉思。加入唐门就意味着有了铁饭碗，做实习生时数落上级和同事不是应该的吗？想罢我直接挤出一抹微笑，既然是救人的事情，我当然要帮了。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为了寻找关于卓云阳的踪迹，我们搜查了道观附近所有的村子，结果却一无所获。唐铁山十分不解，卓云阳得到消息后能在那么短时间赶来，难道他不是住在附近吗？对此我也感到非常奇怪，怎么会没有任何痕迹呢？可在想到当时那家伙说过的话后，我顿时想到了什么，于是我急忙向唐铁山陈述了内心想法。那时卓云阳说，听说唐门的人跑来了这里，这不就意味着他从某人嘴里听到了情报，所以只要我们能确认一下唐门都路过哪里，再通过容貌特征找不就行了。听罢唐铁山恍然大悟，紧接着就下达了前往黎族村落的指令。可当来到村子后，却发现这里不仅比之前冷清了许多，村民们也都是一副病怏怏的神态。这时一道沧桑的声音突然传来，你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带我们循声看去。只见几人正满脸不友好地盯着我们。唐铁山见状，先是行礼做了介绍，紧接着就把来此的目的说了出来。然而老者只是简单的敷衍几句，就向我们郑重地下达了逐客令。可就在这时，一名小女孩竟莫名的昏倒了。见状，老者急忙将她扶到自己的腿上。没真啊，怎么连你都得了怪疾？我现在可只剩下你一个骨肉了。闻此，唐铁山顿时反应过来，老人家，我学过一点医术，不如让我看看吧。眼看孙女有救，老者这才说出了一切。原来在不久前，村子里突然流传了怪疾，不仅让年轻的孩子相继死去，就连身体健硕的青年也卧病不起。说罢就把我们一行人往屋里请去。可让我感到诧异的是，原以为唐门只是用毒的暗杀组织，没想到他们除了毒药，竟然还精通医术。随后在唐铁山给小女孩输送了一些真气后，她的状态也总算平稳了下来。可让唐铁山感到奇怪的是，这孩子居然是不调脉，难道是天生心脏弱吗？此时老者的脸上写满了忧愁，除了孙女外，其他人也都是这种症状。为了不殃及你们，所以才会在村口劝你们离开。误会解除后，唐铁山示意老者将村民都召集起来，并让他们都是一试药。老者对此泪眼汪汪地表达了感激。很快时间来到晚上，弟子关心地询问起患者们的状态。从唐铁山口中得知，虽然他们有的浑身没力，眼睛浮肿，有的不调脉或者低烧，但病情严重的人心脏都有问题。说完他就向弟子关心起我的状况。弟子表示因为长时间照顾患者的缘故，少侠已经回屋休息了。唐铁山也没想到我会如此努力，旋即便提出要看我一眼再休息。可等他打开房门后，他神情顿时一震，紧接着便疾步上前，二话不说就直接赏了我一记大笔兜。男人只是随手拍死了一只臭虫，就把我直接惊出了一身冷汗。只因看似无关痛痒的臭虫，竟是杀人数量排名第7的危险生物。就在唐铁山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后，我猛然惊醒，并一脸懵逼地看着他。唐门主，你这是怎么了？唐铁山先是对我表达了歉意，紧接着就解释只是为了打死我脸上的虫子。原来就在我睡着之后，他特意过来看了我一眼，结果却发现一只虫子竟然落在了我的脸上。唐铁山深知这种枝繁叶茂的村落往往存在着很多危险的虫子，所以就不假思索地打了上去。说完就将那只被打死的虫子递到了我眼前。见此我内心顿时一惊，这东西怎么会在这里？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我向唐铁山询问那些严重的患者都是不调脉吗？在得到唐铁山的肯定后，我当即道出了心中猜想，这个村子流传的怪疾，罪魁祸首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虫子。科普时间到了，大家拿出书本做好笔记。这种虫子名为猎春，它们往往会在人类睡觉时行动，喜欢吸食眼睛周围和嘴唇的血。更加厉害的是，它们吸血时甚至比蚊子都要安静，所以它们也被称为吸血虫和刺客虫。虽然它们本身没毒，但肚子里却装满了寄生虫，一旦人类被咬就会受到感染，引发锥虫
虫病或者恰加斯病之类的疾病，是个动物杀人数量中排名第7的危险家伙。为了进一步印证心中猜想，我又向村长询问村子里的狗是不是也有相似的症状。村长点了点头，给予肯定。虽然找到了引发怪疾的原因，但对症的解药又让我犯起了难。反观唐铁山却露出了一抹得意的微笑。少侠别忘了，我们可是四川唐门啊！说着，他就将唐门的宏伟事迹道了出来。想当年有个叫巫蛊或蛊毒的东西盛行于江湖，他们都是中原最邪恶之人养的虫子。那些人会想方设法让人吃下蛊虫，以此达到定期让人痛苦或者随意操纵他人的目的。虽然这种蛊很厉害，也有不少武林高手死于他手，但最终做出那个能让蛊跑出体内，或者在体内杀死蛊的解药的，仍是我们大四川唐门。所以那些看不见的寄生虫，对于我们来说根本不足挂齿。说着，他就把一个拳头大的药丸拿了出来，这个是溶蛊丸，只要吃上一点，保证药到病除。说完，他就将目光转移到村长身上。老人家，你别担心了，你们村子有救了。最终在人们服下溶蛊丸后，整个村子都慢慢恢复了活力。而作为答谢，我们也受到了村民们的热情招待。宴席期间，唐铁山特意将全部功劳推给了我。如果不是你找到原因，这个怪疾根本不会这么快治好。看着大家将我视为英雄的样子，唐铁山内心也由衷的为我高兴。片刻后，村长突然向唐铁山悄悄地说道：“你们之前不是说在找有人失踪的村子吗？为了报答你们的恩情，我特意派人调查了一下，并且从嫁到我们村的女人口中听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她娘家村几年前开始就陆陆续续的失踪了一些村民。”听到这，唐铁山顿时一惊，紧接着便向村长打听到了那个村子的位置。很快，唐铁山便带领众人找到了这里，可扑鼻而来的竟是一股尸臭的味道。等唐铁山看清状况后，脸色顿时大变。只见前方不仅堆积了无数的残尸骸骨，还隐隐约约中弥漫着一团瘴气。这里太可怕了，竟然还出现了尸毒。可让人更加惊讶的是，此时尸毒最盛的地方，一只不明生物正在那里觅食。见状，一名弟子当即捡起一块石头，紧接着就朝那只生物丢了过去。然而石头不仅没有命中，还彻底激怒了生物。不等众人反应，下一秒那只不明生物突然飞到半空，挥舞翅膀的同时还散发出了一股黑雾。见此一幕，我满脸震惊，没想到被黑雾触及到的骸骨竟全部融化了。这时唐铁山急忙捂住我的鼻子，并示意大家赶紧逃离，只因他已经认出了这只不明生物，正是中原10大毒物排名第1的镇鸟。出现了！传闻中的中原10大毒物之一终于出现了。它不仅拥有泯灭一切的力量，还是所有毒物中的帝王，这让我不禁暗叹，简直是行走的生化武器啊！就在我们有惊无险地逃离了镇鸟的魔爪后，唐铁山就给我们做起了讲解。那只鸟张开翅膀长达5尺，有着古铜色的尖嘴，紫色的羽毛，头上顶着黄金冠，颇有帝王之风。最恐怖的是，当它挥动翅膀时，就会让周围的一切中毒死去。这就是10大毒物最顶端的物种，被称为所有毒物帝王的镇鸟。闻此，我顿时两眼放光，这妥妥的移动型生化武器啊！地球上的那些毒虫毒蛇和它比起来，简直是小可爱。这时唐铁山继续开口，传闻他们只吃毒蛇的脑袋，所以镇鸟应该是被中了尸毒的蛇吸引来的。我询问这种鸟很常见吗？唐铁山摇了摇头，给予否定。有些人一辈子都见不到一次，是100年一遇的毒物。闻此，我的脑袋里瞬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么我们可以抓住它吗？此话一出，众弟子顿时满脸惊讶，就连唐铁山也觉得我异想天开。镇鸟毒性那么强，少侠你确定能抓住镇鸟吗？说到这，他突然话锋一转，既然少侠对10大毒物感兴趣，我这里倒是有一个办法。我们四川唐门的毒功只要修炼至顶峰，就会达到万毒不侵的境界，届时应该就能扛住镇鸟的毒。说到这，他又露出了一副为难之色，这可怎么办啊？我们不能把家族的武功传给外人，就算我有心想要帮助少侠，但作为家主肯定是不能触犯门规的。闻此，我顿感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果我成为唐家人，就能学吗？只要达成万毒不侵之体，就能抵住镇鸟的毒吗？唐铁山给予肯定，还说只要我现在痛快的下决定，就会将全部武功传授给我。说着，他突然露出了一抹邪笑，如果少侠还要继续考虑的话，到时我也要重新考虑一下哦。见此，我想都不想的表示要加入唐门。唐铁山当即露出了一副得逞的表情，恭喜少侠，你现在永远是我们的家人了。片刻后，我们又返回了卓云阳的住处，在经过一番仔细摸查，终于找到了卓云阳留下的遗迹。没错，正是那本可怕的邪功血手毒爪。随后，唐铁山便安心地下达了返回唐门的指令。离开之际，身后一个散发光芒的东西引起了我的好奇，待我们上前看去，却发现竟是一只镇鸟的羽毛。这时，拿起羽毛的唐铁山突然开口：“既然你对镇鸟感兴趣，那么这只羽毛就当做你成为我们家人的纪念礼物吧。”闻此，我高兴地对家主表达了感谢。然而，唐铁山却不喜欢我这样称呼，更是表示在一事后会让我改口。与此同时，提前出发的太上家主唐五星经过长途跋涉，终于返回了唐门。随后，他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孙女华银的房间，看着还有生命特征的孙女，唐五星顿时长出了口气，紧接着就将内丹放进了她的嘴里。很快，一股青色的气焰便从她体内迸发而出。而另一边，经过1个月半的时间，我们也终于回到了唐门。看着如此宏伟壮阔的景象，我不禁惊叹，没想到整座山都是四川唐家的。很快得知消息的弟子们朝我们蜂拥而来，而跑在最后面的则是
是一名红衣女子。只见她梨花带雨的大喊着父亲。唐铁山见状先是一惊，紧接着便一脸开心的和她抱在了一起。我们的华莹，你终于好了。而此时我脸上却不由得泛起了一抹红晕。天啊，她的容貌是真的吗？虽然前世自己也和很多漂亮的艺人做过直播，但她是第一个在我眼里充满光辉的人。这时唐铁山突然开口打断了我的思绪，只见他指着身旁的女子向我介绍道：“这是我的女儿华莹。”听到这，华莹也朝我的方向看来，四目交汇之际，我内心顿时泛起了一阵涟漪，脑海里更是想起了在道观时唐铁山说要将女儿许配给我的话，那句话现在还算数吗？她是风华绝代的唐门独女，而我只是一个刚刚入门的弟子，可门主却想要将她许配给我，这让仅有一面之缘的二人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就在唐铁山将女儿华莹介绍给我后，我一激动竟把她的名字喊成了银花。华莹满脸疑惑地重复着我说的话，银花。反应过来的我场面一度陷入尴尬，完了，自己竟把大公司老板的女儿名字叫反了，以后还怎么混了？旋即我急忙转移起话题，初次见面，我叫魏少龙，看来小姐的病已经痊愈了呀，简直是太好了。这让华莹瞬间想起了半月前的事情，当时在服下青斑蜈蚣内丹后，没一会她就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母亲见状激动不已，然而华莹却流下了自责的泪水。原来身为四川唐门独女的她，从小就有着别人不知道的苦恼。当时的她才能还不突出，但却因长相美丽，已经在江湖上留下了三花的名号，所以长老们常常向父亲提议让她早日完婚，相夫教子。这让一直想要为家族做出贡献的她，内心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于是为了得到长老的认可，她每天将自己锁在房间疯狂修炼，结果却因急于求成，最终走火入魔。爷爷母亲，对不起，我现在失去了所有内功。闻此，爷爷哈哈一笑，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如今你不是已经达到了一直渴望的百毒境了吗？这可是一件值得开心的好事啊！华莹先是一愣，紧接着就张开手掌印证起来。看着满脸困惑的孙女，爷爷当即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所以那位少侠不仅救了你的命，还让你突破了百毒境。眼下回过神来的他急忙拱手回礼，感谢少侠的救命之恩，这份恩情我毒花终身不忘。就在这时，我脑海里突然响起了一道声音：怎么样，我的女儿是不是很漂亮啊？你想摘下这朵月季吗？闻此，我满脸惊诧地看向唐铁山，竟然是传音。片刻后，我来到了浴室洗澡，三小只却只敢待在木桶里各自玩耍。见此，我露出了一抹邪笑，平时不是一刻也不愿意离开我的吗？说完，幼虫好像听懂了什么，张开小腿就要求我抱抱。我则回应热水对你们身体不好，紧接着就和他们开起了玩笑。你们这样盯着我光溜溜的身体，我会害羞的。听罢，幼虫瞬间将头缩进了木桶里。看来唐铁山说的没错，蜈蚣也是有灵性的呀。可一说起唐铁山，我脑袋顿时混乱起来。他那句月季想不想摘到底什么意思？而另一边，在唐铁山将经历的事情说了一遍后，他就提议要把我安排在家人才能住的东二房。太上家主唐五星也没想到我居然拥有这种才能。唐铁山继续开口，少侠身上好像充满了奇缘，不仅孵化出了青斑蜈蚣的卵，还解决了卓云阳，甚至还能碰到镇鸟这种传说中的毒物。说到这，他突然喊了华莹一声，我想让少侠当我的女婿，你怎么想？这让华莹顿时陷入沉思，自己已经突破了百毒境，如果现在停下来，家族的长辈们肯定不会认可我的。想到这，他顿时拍桌而起，我知道父亲是什么意思，但是少侠有没有资格得到我，我必须要亲自确认他的人品和才能。说罢就满是不甘地向外跑去，这让唐铁山冷汗不禁溢出额角。少侠，看来你要小心点了，月季虽然很美，但有尖锐的刺啊。画面一转，洗完澡的我还在为叫错华莹名字的事情感到苦恼，你们的爸爸该怎么办啊？现在大公司老板的女儿一定很讨厌我了。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传来，将我吓了一跳，竟然是华莹。只听她气喘吁吁的开口，少侠，可以打扰你一会吗？我有点急事，麻烦你能伸出手吗？我想都没想的将手抬起，可下一秒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紧接着便不好意思的戳起了小手。虽然不知道小姐为什么这么着急，但这种事情还是等我们关系更亲密后再做吧。华莹听罢先是一愣，但很快她就反应了过来，只见她满脸通红的大喝，少侠，你到底在胡思乱想什么呀？死去的大毒物竟化身少女跪在我面前，只求我能好好抚养她的孩子。而我想征服10大毒物的抱负，在华莹眼里却被当成了表白。就在华莹为婚配仪式找到我后，她便第一时间请求我伸出手，这让我顿时变得不好意思。这种事还是等我们关系更亲密后再做吧。华莹满脸通红的解释，少侠，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呀？我只是想给你诊脉，不过突然让你伸出手来，产生误会也很正常。说罢，她就坐到我身边表明了来意。原来唐华莹作为唐家唯一的直系子孙，因为女儿身的缘故，长久以来受到了旁系排挤，所以父亲就一直想要找个资质出色的赘婿传宗接代。这让我瞬间想通了唐铁山不喜欢我叫他家主的称呼，没想到我把他当老板，他竟把我当成了女婿。这时华莹略带愧疚的表示，如果诊脉的结果不好也没关系，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定不会亏待你。话音一落，我直接将手递到了他的跟前，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来确认一下吧。旋即他就将手指放在了我的脉搏上。唐家的武功并不是谁都能学的，有些人可以吸收毒药毒功，但有些人却做不到，甚至还会有性命之忧。所以想要将唐家的毒功修炼至大成，还需要承受相应的剧毒才行。在诊断结束后，华莹也确认了我是可以
修炼毒功的体质，但却是资质不高的食毒之体，也就是说，在千万毒物中，我只能抵御10种。随后华银就深深地朝我鞠了一躬，少侠再次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唐家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我也自然听懂了他的言外之意，这么普通的资质显然不会得到他的认可，这让我有一丝失望。不过我失望的并不是华银的婉拒，而是我这种资质还怎么征服镇鸟啊？时间来到晚上，刚洗完澡的华银满脸困惑，自从吃了蜈蚣内丹后，为什么身上总有股臭臭的味道？难道是对救命恩人说了重话，受到惩罚了吗？与此同时，我正在床上呼呼大睡，可不知不觉中我竟出现在了一处桃花密林中。只见华银跪在我面前，不停地表达着感激，这让我顿时满脸问号，难道是在做梦吗？这时华银开口解释，我害怕恩公吃惊，所以借用了这个丫头的模样，我其实是那些孩子的母亲青斑蜈蚣。听罢我顿时傻眼，他们就是天天黏着我的3小只吗？没想到他们这么可爱啊！但是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梦里？从青斑蜈蚣口中得知，在他死后由于怨气冲天，所以就将魂魄留在了内丹，以此来诅咒吃了内丹的人。直到恩公带着孩子们出现，我才想到了给您托梦，这让我倍感惭愧，毕竟透露位置的人可是自己啊。然而青斑蜈蚣却微微一笑，如果恩公觉得过意不去，可以答应我一个请求吗？就是把我的孩子们抚养长大。闻此我满脸不解，蜈蚣脱皮2次后，不是就可以独立了吗？青斑蜈蚣告诉我，一般虫子是这样的，但它们却不一样。孩子们在脱掉2次皮之前，需要吸收母体内丹的能量，然后再吃下万物的气才能茁壮成长，这让我更加不解。唐家小姐吃了内丹，那他们应该待在小姐身边才对啊！听到这，青斑蜈蚣脸色顿时大变。我已经给那个丫头下了诅咒，她在吞下我的内丹后，身上会时常散发出恶臭，而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让任何雄性接近她，让她无法传宗接代。听罢我顿时大惊失色，果然最毒妇人心啊！青斑蜈蚣继续开口，解除诅咒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我的孩子们吸收内丹的能量，所以恩公你能不能得到这丫头的心？这让我不禁陷入沉思。紧接着我便笑着婉拒了他的请求，这种事我做不出来，我可不想利用小姐的困境达成目的。青斑蜈蚣闻此满脸欣慰，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恩公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啊！可现在我也不能帮助恩公找到10大毒物的内丹，那么您准备怎么解开那个丫头想要强大男人的难题呢？听罢我顿时想到了什么，紧接着我便向他承诺这件事一定能顺利解决的。第2天，我直接找到华银，并将他身上散发恶臭的原因告诉了他，所以只要让小蜈蚣隔几天吸收你身上的能量，臭味就会自然而然的消失。这让华银万万没想到，我居然没有提任何要求，就直接将实情说了出来。我笑着回应，我总不能当个利用女人困境的无耻之徒吧。听罢华银顿时陷入沉默，随后他突然开口，我不能总是这样无条件的接受你的帮助，我想认真的考虑下父亲的建议，也许有些东西会比资质和武功成就更有价值。听到这我羞愧的挠了挠头，其实在说之前我也苦恼了一会，你说我是食毒之体，只能抵御10种毒物，那么现在我想好了，这10种毒物我选中原10大毒物，这让华银震惊不已，紧接着就不自觉的羞红了脸。难道他是为了我想成为天下第一人吗？我该怎么办？他这是在向我表白吗？为了报答我的恩情，女人竟按照要求缓缓脱起了上衣，可下一秒却又被我强行制止，只因相较于她幻化成人的身体，我更喜欢欣赏她原本的样子。这假俏质果然不同寻常啊！就在我向华银表明了想要征服10大毒物的抱负后，她当即羞红了脸。难道她是为了我想要成为天下第一人吗？我该怎么办？她是在向我表白吗？随后华银试探性的向我询问，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那条路会很艰难很辛苦，说不定一辈子都完成不了。说着她的脸就又开始不自觉的发烫。龙少侠，你距离结婚年龄还有3年，这3年之内，如果你能得到10大毒物之一，我就能下定决心了。说到这，他又娇羞地戳起了小手，所以你只要成功了，你就有资格。我说的是结婚的事情。旋即他猛然站起，总之我会给你加油的。说罢就慌慌张张地跑走了。可还没等他跑出几步，我就直接将他叫住，待他回头看去，只见我正一脸憨笑地拍着木凳。华银小姐，你不需要除臭吗？要不多待1个时辰再走吧。闻此华银当场石化，紧接着便扭扭捏捏地返了回来。见此我示意他不必担心，这些小家伙绝对不会咬你的。说罢我就将目光转移到了3小只身上，孩子们快离开爸爸去妈妈那边吧。听闻此话，华银心花怒放地瞪大了眼睛，我是妈妈。画面一转，唐铁山几人正在为女儿的事情感到惆怅。少侠很优秀，但华银似乎不满意啊。唐母随之附和，今天早上华银好像拒绝了少侠，这让场面顿时陷入沉默。随后唐母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既然不能让他们强行结婚，那么不如就让华银教少侠武功，这样俩人经常见面，说不定就会慢慢培养出感情了。唐武兴当即给予同意，甚至还提出要请医仙给我伐毛洗髓，以此来提高资质。可唐铁山却对此事没抱太大希望，毕竟当年请医仙帮助华银时他都拒绝了。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华银的声音，唐铁山很是不解，这孩子这个时间怎么来了？而华银在看到大家都在后，更是紧张不已。随后他面红耳赤的开口，我愿意听从父亲的建议。唐铁山一脸纳闷，你是指我说的哪条建议啊？而唐母似乎看出了什么，难道你喜欢上龙少侠了？银花微微点头表达了默许。见状，唐母顿时拍手叫好，反而唐铁山却倍感意外，你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你不是对他不满意的吗？听罢华银又娇羞的戳起了小手，少龙少侠说为了我要当天下第一人，这让唐铁山顿时进入了吃瓜状态。女儿啊，
话，你能不能说得更详细点？家人们，分享一个我最近在做的小活动，操作简单好学，每天最少可得50至150。想要了解的，打开咱们的 V 点发现，点搜一搜南米香来，咨询客服发个2，耐心等待客服回复即可。可当听完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众人先是一惊，紧接着就哈哈大笑了起来。那小子真是霸气十足啊，竟然说为了你要选10大毒物作为湿毒。这时华银继续开口补充，我已经答应少龙少侠了，只要在他成年前等到10大毒物之一的毒，我就愿意嫁给他。唐铁山当即开起了玩笑，你怎么不提出3种毒呢？这样才起码配得上我女儿。随后在一片祥和欢乐的氛围中，唐五星做了最后总结，接下来我们就把他当成女婿，但要装作不知道的样子，然后在努力的过程中，让我们慢慢成为一家人吧。时间来到深夜，青斑蜈蚣再次来到我的梦里，只见他眼里满是崇拜的紧握着我手，恩公你真厉害啊，竟然完全得到那丫头的芳心了。说罢他的脸上又流露出一丝失落，恩公这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梦里了，如今我的怨气已消，魂魄要升天了，如果你现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一定会无条件帮你的。闻此我犹豫了片刻，紧接着便一本正经的回应道，如果可以的话，能让我看看你的身体吗？这让青斑蜈蚣倍感意外，但最终还是按照要求慢慢脱起了上衣。男人果然都是好色之徒啊，而一旁的3小只也十分配合的蒙上了眼睛。可下一秒我就满脸问号的将他制止，你为什么要脱衣服啊？我只是想看你变成青斑蜈蚣的样子。听闻此话，青斑蜈蚣脸上写满了尴尬，随着一阵烟雾散去，下一秒一只庞大的青斑蜈蚣就如愿出现在我面前。见此我顿时两眼放光，是真的，真的好大呀。说罢就开始在他的肢体上忘乎所以的抚摸起来，好坚硬的关节，好锋利的毒牙，这甲壳质果然不同寻常啊。这是一座令我梦寐以求的秘库，里面不仅珍藏着各种闻所未闻的稀有毒药，还豢养着各类千奇百怪的大毒。可就在老丈人准备将它交给我掌管时，意外却发生了。就在唐铁山得知了我和华银的事情后，他便主动邀请我进行了一次谈话。华银都告诉我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家女婿了，婚礼也会在你成年后如约举行。可我刚想开口，唐母就抢先介绍自己是丈母娘，老家主也开心的表示华银有了夫婿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闻此我满脸疑惑的看向华银，结婚不是有条件的吗？难道他跟长辈们说已经完全接受我了吗？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决定先配合他一下。于是我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以后还请各位多多关照了。见此情景，唐铁山和老家主相视一笑。这一刻我们终于等到了，旋即唐铁山就告诉我，在学习毒功之前还有一个东西要给我看，那便是唐门最重要的地方——万毒殿。我敢保证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片刻后，我便跟着他们朝着万毒殿的方向走去。老家主告诉我，作为唐家人第一次踏入万毒殿时，全家人陪同是传统，同时也是对你的安全着想，这让我内心瞬间充满了期待。顾名思义，万毒殿应该就是汇集着1万种毒的地方吧。可正当我准备向华银求证时，他那倾城的侧颜却将我深深吸引。等我回过神后，才发现唐铁山和丈母娘正意味深长地盯着我偷笑。你小子，我女儿的脸都要被你看穿了，现在都已经是你的人了，怎么还看得这么入迷啊？唐母也忍不住的调侃。看来我们家华银已经得到女婿的心了。片刻后，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为首的弟子见状急忙行礼，老家主则向他下达了开门的指令。听罢，2名壮汉就用尽全力推动起了大门。等大门完全打开后，2名壮汉也已累得瘫软在地。见此，我满脸惊讶。唐铁山则解释，这是用南蛮昆吾钢制成的铁门，重达1000斤，所以能开启这扇门也是十分光荣的事情。很快在踏进万毒殿后，我就被眼前的一幕深深震撼。老家主告诉我，这里是万毒殿的万毒堂，是保存四川唐家所有毒药的地方。我满是好奇的看着各种毒药。唐铁山先是提醒我不要乱碰任何东西，又笑嘻嘻的吩咐华银给我介绍这里的毒药。华银娇羞着小脸应了下来，紧接着就主动拉起我的手，说要给我看看唐门那些厉害的毒。虽然断肠毒、灭魂毒、化血毒这些都是很强的毒，但是唐门最强的却另有其毒。说着就将一颗类似豆子的毒药放在了我的手心，这就是除去10大毒物外现存的最强毒了，是唐门独有的毒药蓖麻子的果实。听到这，我顿时联想到了蓖麻毒素，它是具有2条肽链的高毒性植物蛋白，是一种只需大约2毫克就可以毒死1名成年人的剧毒，又因冷战时代保加利亚的毒雨伞谋杀事件而闻名。想到我惊恐地瞪大了眼睛，这不是比氰化钾还要强10万倍的毒药吗？反观华银却是一副见怪不怪的神色，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无色无味无形，所以我们把这个毒当作毒中最珍贵的毒，称它为金毒。被这种毒杀死的人也称之为金杀。同时他还不忘提醒我，最强的毒药不是让人最惨最痛苦的毒，而是那种不被人察觉杀人于无形的毒药。所以我们四川唐家的毒功追求的宗旨也是悄无声息夺人性命。听罢我不禁冷汗直流，这不妥妥的谍战剧中的杀手吗？就在这时，老家主突然开口表示这些还远远不够，现在我们就带领女婿去看他最想看的毒物吧，你要是喜欢那里的话，交给你掌管也可以。闻此我顿时来了兴趣，现在就可以看吗？老家主点头给予同意，只要是你想的，我们唐家一定会全力支持你。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道急促的声音，只听来报的弟子气喘吁吁地说道，家主，您恐怕得立刻去一趟玄武阁了。家族的长辈们听到这
老家主厉声打断：“他们又怎么了？”弟子继续开口表示有2件事，一是上交给四川城主的药不太管用，并寄回了一封满是抱怨的书信；另一件则是……说着他就将目光转移到了我身上。老家主见此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万毒殿的事情居然这么快就传开了。旋即他便把我叫上，说要一起过去看看。此时的玄武阁长老们议论纷纷，很快在我们到达后，他们便第一时间提出了质问：“家主，这么重要的事您怎么自己就决定了？居然把一个不知根底的孤儿定为我们华营的女婿！”闻此，唐铁山顿时气愤不已，体内更是迸发出一股强横内力。你们现在是在侮辱我的女婿吗？剑拔弩张之际，老家主及时开口打断：“这是我的决定，你们有什么不满的吗？”这让长老们的语气瞬间平和了许多。可将万毒殿交给一个没有验证过能力的人掌管，是不是太草率了？眼看事情变得越来越麻烦，华营当即向我表达了歉意。闻此，我不禁发出一声轻叹，该道歉的不是华营。旋即我便开口打破了僵局：既然这一切都是因为各位长辈觉得我能力不足造成的，那么如果我能证明自己的话，不知道长辈们愿意接受我吗？例如解决掉令唐家头疼的四川城主的问题。听罢，华营母女满脸错愕：少龙，这可不是随便能开玩笑的事情。可我内心清楚自己并不是那种喜欢出头的人，但是如果有事情敢妨碍我和毒物们的幸福生活，我可第一个不答应。我只是掏出了3只蜈蚣幼虫，就把所有长老们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只因这些看似人畜无害的幼虫，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毒，这让刚才还对我实力有所质疑的长老瞬间变脸。龙少侠，不愧是我们四川唐家的好女婿啊！就在长老们得知家主想把万毒殿交给一个没有验证过能力的人掌管后，他们就第一时间对这个决定提出了不满。眼看坐拥万千毒物的梦想即将破碎，于是我便选择了主动出击。如果我能解决掉令唐家都头疼的问题，是不是就能得到长老们的认可？例如治好四川城主的疾病。闻此，长老们个个气愤不已。家里的长辈们说话，你一个小鬼插什么嘴？还有四川城主的病，你都没有了解就敢大放厥词，所以还是选知根知底的人当赘婿才好啊！听着这些老古董无休无止的乱喷，我瞬间想起了前世做毒物博主的事情。当时无论自己怎么做，网上总会出现一些不友好或者质疑的声音，于是我当即回怼：听你们这番话，好像还没有承认我是四川唐门的女婿啊！但我可是救了你们金枝玉叶的华营小姐，还是制裁血手罗刹卓云阳救下家主性命的恩人，如今你们却这样对待我，难道这就是你们四川唐门的待客之道吗？听闻这些事，长老们纷纷变得心虚起来。刚才是我们太心急，不小心说错话了，但很快长老们又对我能打败血手罗刹卓云阳的事情提出了质疑。闻此，唐铁山当即掏出血手毒爪秘籍作证。就在长老们震惊之际，他又示意我掏出蜈蚣幼虫看看。于是我轻轻点了点衣服，下一秒3只可爱的小家伙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唐铁山当即解释，这是女婿养的青斑蜈蚣幼崽，就是他们杀死了卓云阳。这次你们该相信了吧？闻此，长老们顿时冷汗直流。这位少侠竟然可以使唤青斑蜈蚣！见此一幕，唐铁山满脸得意，而我则露出了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孩子们，你们可不能随便乱咬人啊，不然他们就会像卓云阳一样发黑死掉的。长老们听罢先是一愣，紧接着就换了一副面孔，不愧是家主看上的女婿啊！我们也是按照章程办事，因为不能无视这些，所以才来禀报的。这时老家主突然开口：既然你们承认了他女婿的身份，那为什么还反对他掌管万毒殿？为首的长老急忙解释：这位少侠还没到弱冠之龄，怎么能把万毒殿交给一个孩子呢？老家主听罢若有所思：既然如此，那么女婿你愿意展示一下你的能力吗？闻此我当即表达了愿意。为了获得长老们的认可和证明我有能力掌管万毒殿，我会用四川唐门的方法治好城主的疾病，那就是利用毒药。听闻此话，长老们吓得尿不湿都湿了。你在胡说什么？不是让你杀人，而是让你找到能治病的药。此事过后，老家主单独将我留了下来。既然你已经和长老们达成了约定，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学习唐家的武功，五毒归元功。闻此我顿时兴奋不已，难道是锻炼腿脚的功夫吗？老家主给予否定，虽然腿脚功夫很重要，但唐门一向注重实力，所以就直接教你实战上能用的东西。说着就将各式各样的暗器摆在了我的面前。你知道这里面最容易的暗器是什么吗？我则猜测应该是短刀或者飞刀。老家主给予肯定。那么最难的呢？我又回应应该是沙子。老家主摇了摇头，最难的是针，因为你要记住扔出的位置。说着他就从怀里掏出了一支毛笔，然后又将笔毫拔出，紧接着就抬手甩向了半空。然而前一秒还轻飘飘的笔毫，下一秒就变成锋利的尖针插进了地底。见此一幕，我顿时满脸惊讶。老家主则告诉我，这是唐门的满天花雨暗器术，是用成千上百根针铺满周围的唐门秘诀。这时我突然提出疑问，四周都是这种暗器，自己根本没有地方可以下脚了呀。老家主嘿嘿一笑，所以这才是最难的暗器，说不定就会搬起石头砸中自己的脚。这让我脸色顿时变得铁青。完毒的果然都是狠人。第二天，我正在亭子里晒太阳，就在这时，华银突然找了上来：少龙，你看这样可以吗？见此我一脸疑惑，你这身打扮是要干什么？华银则解释，听说今天你要抓雄蜂，所以我特意准备了一下。我当即对他表达了感谢，如果有这身装备，我们现在就可以马上去抓了。随后在我们出发前往寻找蜂巢的路上，华银突然向我询问其有没有看到四川城主的信，说着他的脸上就不自觉地羞红起来。少龙，你还小，我担心你理解不了信里的内容。我则示意他不必担心，四川城主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就是不举吗？
吗？见我说的这么直白，华银顿觉害羞不已。少龙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却懂得不少。说罢就一溜烟的跑走了。片刻后，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这时华银突然开口：“你说要找蜂数量很少的蜂巢是什么意思？”我则解释我们只是去找雄蜂，而不是去抓它们，因为那里有我想找的毒虫。那种毒虫通常会出现在比较小的蜂巢中。很快，在我们不懈的努力下，终于抓到了那只我想找的毒虫。没错，这家伙就是可以解决城主不举的秘方。我只是抓到了一只毒虫，就让在场的少女娇羞不已。只因看似不起眼的毒虫，竟是重振男人雄风的良药。就在我找到治疗城主不举的毒虫后，华银便询问我它叫什么名字，我则告诉他这个虫子名为斑毛，也有人把它们叫做地胆。华银满脸不解，为什么他们会居住在蜂巢里呢？听罢我当即给他科普起来，因为斑毛的繁殖方法有点特别，一般虫子产卵后会守在旁边，或者把周围改造成适合孵化的环境，但斑毛却只负责产卵，而且还是不分场合的随地大小产。等到斑毛的幼虫奇迹般的孵化后，它们就会爬到附近最高的地方，然后做出一个很荒唐的举动，那就是聚在一起假扮成花，以此来吸引蜜蜂过来采蜜。而当毫无戒备的蜜蜂靠近那一瞬间，它们就会立刻全部紧贴在蜜蜂身上，直到蜜蜂彻底失去生命特征为止。听罢，华银挠了挠头，继续追问：“但我听说这个虫子带着可以灼伤皮肤的毒药，而且吃多了好像还有生命危险啊。”对此我给予肯定。斑毛身上会分泌出一种黄色毒液，此毒液内含强烈的斑毛素，其毒性甚强，一旦与人体皮肤接触后，就会像烧伤一样出现水泡。可让华银没想到的是，如此危险的斑毛居然会有那种效果。我心领神会的笑着回应：“的确如此，在失去毒性之前，它确实有能让男人重振雄风的效果。”听到这，华银脸色顿时羞红起来。你不要再多说了，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很快在回到万毒殿后，我便将制药的方法事无巨细地告诉了药师们。首先要把斑毛晒干做成粉末，但这其中却蕴含着10%的毒药，如果人一旦吃下3毛毒药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你们需要把每片药做到1毛的1/10，按水滴来算就是10滴水的量。大家都听明白了吗？听闻此话，药师们个个震惊不已。这时为首的药师突然开口：“没想到您的算术能力这么出色，还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按照您的要求做出来的。”时间来到晚上，从华银口中得知斑毛的疗效后，老家主也没想到斑毛还有这种效果，看来我们要重新规整一下唐门里的毒药了。这时华银又跟老家主讲起我算术能力也十分出色，就连毛和水珠之间的重量都能精准算出。闻此老家主满脸惊诧，我还以为他只是精通毒物，没想到他这么厉害，真是了解的越多越觉得他是块宝啊。说到这，老家主突然话锋一转：“所以现在你对他的印象好多了吧？”闻此华银满脸羞愧，刚开始我好像轻率了。随后老家主又问起药完成后如何确认药效，这让华银顿时满脸通红，说着就害羞的捂住了脸。少龙说旁系的长老们太狂了，到时要让家族的规矩重振雄风。闻此老家主哈哈大笑起来，这小子真有趣啊。第二天，药师将治好的药送到了我面前，还告诉我为了方便食用，特意在里面放了有甜味的甘草粉和蜂蜜。我满是期待的打开盒子，是按照我说的方法做的吗？药师给予肯定，而一旁的长老们却一脸不屑，真能咋呼，不知道的还以为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这时唐铁山突然开口：“既然做好了药，女婿想怎么确认药效呢？”我则反问：“还需要确认吗？”听到此话，一名长老顿时拍桌而起：“当然要确认了，我们怎么能把未经验证的毒药送给四川城主呢？如果不严谨对待，弄不好会酿成大错。”听罢，我当即露出了一抹得逞的微笑。既然你们这么说，那我也没办法了。说着就示意药师将另外一颗送到长老面前。长老们见此先是一愣，紧接着就出言质疑道：“你是想让我们自己确认吗？谁知道里面被你放了什么东西？”闻此我顿时露出一抹邪笑：“爷爷，您不是对我说唐门的人都不怕毒药吗？你看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怕了？”老家主随之附和：“听孙女婿你这么一说，好像是啊。”旋即我又继续添油加醋，可他们都是已经踏入百毒境界的大长辈啊，怎么会害怕区区一个斑毛的毒？听到这，长老们彻底被激怒了，紧接着就毫不犹豫地将药丸扔到了嘴里。如果吃了这东西没有效果，我们绝不会轻饶你。等待片刻后，一名长老突然发出了一声坏笑：“你看到现在什么事都没发生。”然而他话音刚落，老二竟不受控制地站起来了。就这样，家族的规矩都重振雄风了，而且他们都个个站得笔直。此事过后，长老们个个掀起衣摆仓皇而逃。见此情景，老家主哈哈一笑：“他们只剩下自尊心了，不上钩才怪。不过他们也是为了家族着想，还请你别记恨他们。”还没等我回应，华银突然气喘吁吁地朝我们跑来：“少龙出大事了！我们的孩子变得好奇怪。”听闻此话，老家主顿时将我拽起，只见他咬牙切齿、目露凶光地说道：“孙女婿，刚才华银是什么意思？你们哪来的孩子？”蜕皮了！蜈蚣幼虫终于迎来了第一次蜕皮，但更值得我高兴的是，我即将见到能产出金子般蜂蜜的终极毒物金毛蜂王。就在老家主从华银嘴里得知我们有孩子后，他便目露凶光地将我一把拽起：“孙女婿，刚才华银是什么意思？你们哪来的孩子？”华银急忙解释：“不是孩子，我说的是少龙养的蜈蚣。原来最近由于我经常修炼，所以这段时间就把蜈蚣们交给了华银照顾。”听到这个消息，我急忙抬起双手就朝着华银的胸口伸去：“快让我看看！”可回应我的却是一个狠狠的大比斗。很快在见到蜈蚣幼虫后，华银就
就第一时间询问我孩子们是不是生病了。看着他们颜色透明、表皮有点奇怪的样子，我心中顿时有了答案。华银小姐，你不用担心了，这叫蜕皮，是百足虫在成长阶段都会经历的事情。他们现在正是蜕皮的时候，应该马上就要开始了。很快，在蜈蚣们不停地摆动挣脱下，下一秒，一只重获新生的蜈蚣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这让老家主不禁感叹，简直是太神奇了，他们好像变大了2倍啊！这时，华银突然询问我这些孩子有名字吗？我犹豫了一会，不如就叫他们无一、无二和无三吧。华银当场给予拒绝，千年蜈蚣将来可是能成龙，需要给他们取个配得上身份的名字。我急忙辟谣，华银小姐，千年蜈蚣是不会变成龙的。老家主却笑我知识浅薄，千年蜈蚣当然会成为龙了，不然为什么会称他们为千龙呢？这让我一阵无语。果然这些谣言都是从老一辈那传来的。随后我便开始思考起给蜈蚣取什么名字，那就叫他们出香槟吧。老大叫第一的出，老二叫香气的香，老三的表皮光滑就叫冰。华银当即同意下来，孩子们，你们终于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了。第二天，蜈蚣们再次回到了我的身边，但让我苦恼的是，他们变得太大太重了，原来像个香肠一般大的家伙，现在都跟我胳膊一样粗了。蜈蚣们也好像嫌弃我怀里空间太狭窄，如今更喜欢缠在我的双臂和腰部。就在这时，路人的交谈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只听一名手拿金银的兀子男开口，不愧是四川唐家出手可真大方啊。随后再回到唐家后，唐铁山说要宣布一个好消息，之前送给四川城主的药效果非常好，所以城主送了一封感谢信和一大笔酬金。说到这，唐铁山又忍不住的大笑起来，这都是多亏了我的好女婿啊，你简直是做了件造福人类的大事，所以作为奖励，我想送你灵药。还没等我回应，华银抢先开口，父亲是什么灵药啊？唐铁山则告诉他是金毛蜂王的蜂蜜。闻此我一脸懵逼，蜂蜜也算灵药吗？以前爷爷说过灵药提高内力，既然想要成为高手，姑且就先收下吧。然而华银却不干了，父亲，你既然想奖励少龙，为什么就给这点？虽然金毛蜂王是终极毒物，但蜂蜜却是等级最低的灵药，少龙这次立下大功，您最少也要奖励他能提高1年份内力的灵药，而不是只能提高2个月的蜂蜜。闻此唐铁山满脸羞愧，因为是灵药，消息费用很贵的。听闻此话，华银更加恼火，这些东西跟少龙做的事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这让唐铁山敢怒不敢言，真是有了丈夫忘了爹。见状，我急忙开口转移起了话题，岳父大人，金毛蜂王到底是什么呀？唐铁山当即给我科普起来，金毛蜂王是终极毒物之一，是经常出没在密林，体型跟小狗一般大的巨型蜜蜂，而喝下它产的蜂蜜就能得到相当于2个月的功力。闻此我两眼瞬间放光，小狗大的蜜蜂简直是太神奇了。可华银却直接将我推到一边，父亲，刚才的事好像还没解决吧？唐铁山慌忙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觉得少龙想看金毛蜂王才选的这个。听闻此话，我顿时激动起来，岳父大人，你是说要带我去看金毛蜂王吗？在得到唐铁山的肯定后，我瞬间想到了前世采集蜂蜜的美好时光，想罢就迫不及待地和唐铁山一起朝着门外跑去。就这样，我们便开启了采蜜的旅程。然而唐铁山花大价钱购买的独家情报，等我们到达目的地后，却发现这里早有2班人马为得到蜂王的蜂蜜吵得不可开交。当从他们口中听到都是从一名兀子男手里购买的情报后，我顿时明白了一切，原来那些家伙竟然四处在卖情报。但为了能够顺利见到金毛蜂王，我顿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2只猴子只是在林间打闹，就引来了数百只金毛蜂王的袭击，只因他们身上沾有的含笑花香气，正是令蜂王馋涎欲滴的美味。就在我们根据情报信息到达金毛蜂王的栖息地后，却发现这里早已聚集了几班人马，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反而华银眼神中却散发出一股阴冷的杀意，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居然敢把唐家买下的情报卖给别人？听闻此话，协派人员顿时一惊，没想到唐门毒花竟亲自来了，随后便纷纷行礼。我们并无心想和四川唐家抢东西，说罢他们就仓皇的离开了。见此一幕，我满脸惊讶，这件事就这么轻松解决了吗？毒血对队长给予否定，这些邪派肯定埋伏在附近等待时机出手，我们先找个地方轮流值夜。交代完一切，他又吩咐手下去探查下邪派的藏匿地点。片刻后，在队长的引领下，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看着蜜蜂们可爱的模样，我忍不住的狂喜，这个就是金毛蜂王吗？队长给予肯定，因为他们身上长满了金黄色的毛，所以人们都称他们为金毛蜂王。这时我突然察觉到了什么，这个群体有点小啊。看着华银疑惑的神情，我则解释自己说的是蜜蜂们的规模，一般小的蜂巢大概有5000到7000只蜜蜂，但金毛蜂王的个头这么大，所以这里大概有几百只左右吧。华银对此很是惊讶，你不进去看也能知道吗？我告诉他，只要通过入口进出的数量，就能猜到大概的规模。就在这时，手下带着消息赶了过来，我已经发现邪派的人了，那些该死的家伙就藏在对面的密林里，虽然他们什么都没做，但只要我们拿到东西后，他们一定会出手吧。闻此，队长想了又想，那等天黑后就用唐家的方法得到蜂蜜吧。看着我一脸好奇的模样，队长又告诉我，烧了艾叶的烟能让蜜蜂安静下来，到时我们就能趁此机会拿到蜂蜜。然而手下却直接泼了一盆冷水，但是现在的风向不对啊，这让场面顿时陷入尴尬。可很快我又想到了一个办法，风往我们这边吹，这就意味着能遮住我们的气味，那么就趁这个机会让我去一次吧。华银听罢当场拒绝，金毛蜂王可是危险的终极毒物，可任凭他如何拉扯，我都没打算放过这个机会。然而这时意外却发生了，我竟一个不小心将一块石头踢到了蜂巢的洞口。见此一幕，我和华银顿时傻眼，下一秒数百只金毛蜂王就倾巢而出，好在华银反应及时，这才让我们有惊无险的逃离了那里。此时我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沉思，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金毛蜂王和我认识的蜜蜂有点不同，
童，他们竟然能察觉到30米外地面的震动。要知道，就连土蜂都没这么敏锐啊！就在这时，华银突然找了过来，孩子们刚吃完饭，所以就带他们随便转转。不过少龙，你也不要有太大压力，办法总会想到的。闻此，我当即向他表达了感谢。看着我失落的神情，华银急忙转移起了话题：少龙，快看，那边有2只猴子正在打闹，他们好像很生气的样子。这时我突然嗅到了什么。华银小姐，你没闻到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气味吗？这个香气难道是费洛蒙？想到这，我急忙示意华银快躲起来，因为这里马上就会聚集很多的蜜蜂。听罢，华银第一时间就将我带离了这里。在到达安全距离后，华银看着刚才的方位，满脸震惊。只见无数只蜂王纷纷朝着2只猴子袭去，顷刻间那2只猴子便被叮得千疮百孔。这时华银不解地询问：少龙，你怎么知道金毛蜂王会攻击啊？我则解释是因为猴子身上携带的香气，那股香气好像是含笑花的香。闻此，华银神情一震，难道少龙能分辨出费洛蒙的香气吗？随后我一脸兴奋地向华银询问：你听过刚才闻到的那个香气吗？说到这，我突然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没错，那个一定是含笑花的香气。说完，我就偷偷地在他怀里坏笑起来。我终于想到办法了，接下来就让那些窥视我蜂蜜的家伙付出代价吧。我只是掏出了一只蜜蜂，就把在场的众人惊出了一身冷汗。只因看似人畜无害的蜜蜂，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毒。可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还是一只可以产出黄金般蜂蜜的女王蜂。就在我确定那股气味是含笑花的香味后，我嘴角便露出了一抹坏笑。我终于想到如何对付那些觊觎我蜂蜜的家伙。与此同时，协派人员正在对面密林里把酒言欢。你觉得唐家什么时候去摘蜜啊？刀疤脸想了又想，他们整天都在周围徘徊，现在却变得安静，应该马上就要动手了吧？但是那个蜂巢真的能挣钱吗？寸头男给予肯定，用金毛蜂王的蜜蜡做的蜡烛是皇宫里才能用的好东西，唐家得到蜂蜜后马上就会走的，到时剩下的蜂巢就是我们的了。说到这，他突然邪魅一笑，还有，如果他们一不小心死了。这时另外一名胡子男接话，这次武林3花之一的毒花也来了，到时在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救他一命。说着，他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一副猥琐之色，说不准我们之中某人会成为唐家的女婿呢。说到这，他突然察觉到一丝不对，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寸头男不忘调侃，这一定是毒花身上传来的香气。可没过几秒，半空中又传来了一阵异响，待几人抬头看去，却发现黑压压的一片金毛蜂王正朝这边袭来。见此一幕，众人满脸震惊，旋即便像无头苍蝇一样疯狂逃窜。然而却为时已晚，伴着一阵阵痛苦的哀嚎，最终他们还是死在了金毛蜂王的手里。看着散落一地的花和果实，华银满脸疑惑，少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没想到那些蜜蜂对花香那么敏感，我则告诉他这是我向蜜蜂们下的攻击命令。华银仍旧不解，可你只是把花和果实混在一起捏碎了而已啊。随后我便向他科普起来，那些花果散发出的气味就是攻击命令，也被称为费洛蒙，是同种动物之间为了沟通释放的化学信号，尤其是蚂蚁和马蜂之类的昆虫，它们特别擅长使用费洛蒙交流，而我制造的那些费洛蒙就是蜂蜜攻击时闻到的香味，乙酸异物质。听罢，华银不禁感叹，这简直是太神奇了，没想到含笑花的花香和蜜蜂攻击时的香气一样，这让我满脸诧异。你是如何分辨出含笑花的香气呢？华银笑着回应，唐家用的是毒药，所以我一直对香气很敏感。说罢，我便将目光转移到了蜜蜂的洞口。既然金毛蜂王都出去攻击了，我们赶紧进去吧。很快，在艾草的加持下，我们便小心翼翼地抵达了洞口。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这个树洞竟然这么大。不过好在蜜蜂们都出去了，可在探查了一圈后，我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对，为什么蜂巢里没有蜂蜜呢？队长也感到非常奇怪，之前可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可在看到蜂巢里没有卵后，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可能他们已经感觉到这里不安全了，所以就把存起来的蜜全都放进肚子里，打算搬家。而蜜蜂们在搬家时也不会产卵，因为那样他们根本没时间照顾幼虫。说到这，我突然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只见蜂巢交错间竟还藏着一只金毛蜂王。旋即我阴阴一笑，队长不休息的情况下，你用轻功能跑多久？队长则表示至少能跑半天吧。可为什么要问？话没说完，洞口突然传来了一声大喝，不好了，金毛蜂王们全都回来了。闻此，队长急忙示意大家赶紧离开，可我却在自顾自地忙着什么。华银见状，直接拉着我就朝洞外跑去。就这样，在逃到安全区域后，人们这才松了口气。华银不解地询问，少龙，刚才你在找什么东西啊？说罢，一只金毛蜂王突然从我领口窜出。见状，华银顿时一惊，你这拿了什么东西啊？我则告诉他是金毛蜂王的女王蜂，因为没有蜂蜜，所以我带出了能给我们做蜂蜜的孩子。众人闻此冷汗直流。你是说这小家伙是女王蜂？这时我突然邪魅一笑，队长，蜂蜜们为了寻找失踪的女王蜂会追我们的，所以快带我们听命跑吧。夺走了！我的初吻竟被一只大蜜蜂夺走了。可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被它亲了一口，我的视觉还产生了异样的变化。就在我将女王蜂从巢穴里带出后，我们便踏上了逃亡之路。由于被大批金毛蜂王紧追不放，从而导致大家只能全力逃跑，根本没有休整的时间。就这样，体力不济的人开始逐渐掉队，直到3天后，被我逃跑的队员也坚持不住，躺在地上就呼呼大睡了起来。见状，华银表示要来背我，可还没等我回应，他突然想到什么，变得娇羞起来。我们一定能够顺利回去的，唐家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很快，在我们互相搀扶下，终于回到
到了唐门本家。等看清来人模样后，看守大门的弟子急忙发射了信号弹。不一会，老家主和唐铁山就赶了过来。看着华银身心俱疲的状态，唐铁山一边治疗一边质问到底出什么事了。在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道出后，我当即提议赶紧向练武场转移。老家主一脸纳闷，为什么要去练武场？我掏出怀里的小家伙解释，这是金毛蜂王的女王蜂，其他蜜蜂马上就要追来了，所以必须快点将她带到练武场枯树那边。老家主见状哈哈大笑，你这家伙将来肯定是个大人物。反观唐铁山人都傻了，我只是让你去拿蜂蜜，你怎么把女王蜂抓回来了？等交代完一切，老家主便带着我朝练武场赶去。然而还没等我们抵达，一大群金毛蜂王就又追了上来。老家主也没想到我们身后居然带着这么多东西，旋即便开始了全力冲刺。没一会，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紧接着我就直接将女王蜂带到了枯树旁，我松开女王蜂，示意她看看这里的环境。在探查一圈后，女王蜂开心的手舞足蹈起来。这时老家主提醒蜂群马上就要来了，我们还是赶紧躲起来吧。随着女王蜂不断发送信号，很快金毛蜂王都飞进了枯树内。见状我长长的松了口气，老爷子更是直言自己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在将这些金毛蜂王安置好后，我又特意给他们准备了糖水，先提供食物养着养着，最后一定能培养出感情，这样不仅能让他们放下戒心，最终说不定还能成为他们认定的主人。这时我又突然想起了什么，岳父大人，华银小姐怎么样了？唐铁山语气中略带一丝埋怨，你小子居然现在才想起来，不过我已经让你岳母把她带回房间休息了，可她为什么看着如此疲惫呢？我戳着小手解释，每天睡2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拼命狂奔了。闻此唐铁山又惊又气。这时老家主突然想到了什么，毒血队成员都去哪了？我这才想起他们都累瘫到了半路。之后老家主便派人把他们都带了回来。画面一转，华银恢复体力后，第一时间就向我询问起金毛蜂王的情况。我告诉他们都在唐家山毒草里的花中收集蜂蜜呢，这让华银忍不住的笑出声来，他们一定很可爱吧。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少龙少爷，你快去看一下，金毛蜂王的情况有点奇怪。等我出去后，却发现整个唐门的半空都布满了金毛蜂王，而他们似乎在寻找着什么。这时几只金毛蜂王突然看到了我，紧接着一大批蜂王就贴到了我的身上，还没等我搞清缘由，下一秒他们竟带我飞离了这里，最终落到了枯树前。这让我不禁疑惑，你们的蜂巢怎么了？是发生什么事了吗？随后一只金毛蜂王开始不停将我向前推进，我当即明白了他的用意。等我走进枯树后，才发现这里的蜂巢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很快女王蜂就朝我飞了过来，并轻轻地落到了我的手心。这时一大批金毛蜂王也贴到我的身上，这让我根本无法动弹。看着女王蜂一脸若有所思的模样，我满脸困惑，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可随着她闭上双眼慢慢朝我靠近，我这才意识到不对。不出所料，我的初吻就这样被一只蜜蜂夺走了。可当我感受到有东西咽下后，我的身体竟开始变得燥热无比，紧接着身体也不受控制地瘫倒在地。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我只是被大蜜蜂亲了一口，身体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获得了10年内力修为，就连容颜也开始变得俊美。就在女王蜂强行夺走我的初吻后，一股炙热的温度和巨大的脉动就席卷了我的全身。你应该是给我吃了蜂王浆吧？说罢我就逐渐失去了意识。等我再次清醒后，却发现华银正一脸担忧地看着我。华银告诉我这里是唐门前的医药堂，在看到你被金毛蜂王带走后，我和爷爷就赶紧跟了过去。等到达时，却发现你已经昏迷不醒了。所以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了吗？闻此我突然想到了什么，紧接着便捂上小脸暗自苦恼，那可是我的初吻啊！不明所以的华银关切询问，少龙你没事吧？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吗？要不要我去叫爷爷？我则示意他不必担心，只是暂时的。说到这我又长长的叹了口气，我是说女王蜂给我吃了他们平时吃的食物，所以才导致昏迷的。华银对此很是好奇，那是什么东西啊？我沉思了片刻，具体名字我不太清楚，如果非要取个名字的话，就叫蜂王浆吧。看着华银疑惑的表情，我继续解释，蜜蜂采集花粉和蜜是因为要靠这个生存，但只有终生劳作的工蜂才吃这些花粉和蜜，而女王蜂从出生到死亡都只吃工蜂制作的蜂王浆。不过蜂王浆还有特殊的功效，普通的工蜂只能活1个半月的短暂生命，但吃了蜂王浆的女王蜂最多能活到他们的60倍。华银闻此满脸震惊，但很快他就明白了一切。你修炼的内功心法是五毒归元功，虽然只是入门心法，还不能完全吸收灵药的力量，但父亲不是说过金毛蜂王的蜜可以提高2个月的内功吗？正如你所说，如今你的身体已经获得了10年内功，刚好是60倍，所以少龙恭喜你得到奇缘啊！这让我倍感惊讶。10年内功。说到这，华银突然娇羞起来。还有，之后你去照镜子吧，看来蜂王浆还有其他效果。闻此我满脸不解，可当我看到自己的模样后，却总觉得有点奇怪，线条变得俊美了，皮肤好像也变得滑嫩了，这让我瞬间联想到了什么，女王蜂吃的蜂王浆不能把我变成。想到我当即扯开裤裆验证了一番，还好，她还在该在的地方。既然如今已经安然无恙，也是时候去道一声谢了。毕竟华银说过，如果不是爷爷引导气息的话，自己就真的要出大事了。可就在前往的路上，我总觉得大家今天都怪怪的，为什么都在看我呀？难道是因为内功增长了吗？随后在到达大厅后，岳母就第一时间向我表达了慰问，我们的女婿看来气色很好啊，身
身体应该好多了吧？我拱手行礼，岳母大人让你担心了，我现在已经没事了。岳母忍不住的调侃，得到奇缘是件值得庆祝的事，看看这皮肤，我的女儿可真是幸福啊。闻此，华莹脸色顿时通红，母亲快让少龙坐下来吃饭吧。等人全都落座后，我第一时间就对老家主表达了感谢，老家主则对我得到奇缘表示了恭喜。这时唐铁山突然开口，关于蜂王浆的事，我从华莹那里大概听说了一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犹豫片刻后，我还是将事情原本的说了出来。应该是新家让金毛蜂王们很满意，女王蜂想要报答我的恩情，于是将我带到了蜂巢，然后就给我喂食了蜂王浆。闻此，众人满脸惊讶，没想到连剧毒生物也懂得报恩啊。这时老家主突然开口，不过话说回来，那个蜂王浆还能再弄到吗？这样对唐家有很大的帮助。唐铁山随之附和，光是金毛蜂王的蜜就能得到不少帮助，如果是蜂王浆的话，肯定会是巨大帮助。岳母对此也表现得极为迫切，女婿蜂王浆还能再弄到吗？见状我一脸为难，如果是普通蜂蜜的话，可以制作多个所谓的王台，也就是蜂王的房间，以此欺骗工蜂们来采集蜂王浆。但如果对那些厉害的金毛蜂王来说，瞬间就会被识破吧。本来蜂王浆是工蜂给的育幼食，但我是由女王蜂亲嘴喂的，如果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物质怎么办？想到我当即决定将实情告诉大家，这个恐怕会很困难，就算能吃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会吃，这让众人十分不解，是味道很奇怪吗？还是说气味？我给予否定，因为这蜂王浆是从女王蜂口里出来的，必须女王蜂亲自传递，而且方法就像接吻一样，需要嘴对嘴，女王蜂的舌头必须伸进口中才能传递。闻此，众人满脸震惊，那就是说弄不到了，除非是女王蜂喜欢的少龙，其他人是不可能的，对吧？此时刚反应过来的华莹突然打断众人，你们是说少龙和女王蜂接吻了？